近日，兰德智库公司的研究员哈罗德发文声称，中国军队虽然实力强大，但是如果和美国发生冲突，情况可能没有部分美方人士想象的那么悲观。中国军队30多年未经战阵，而且中国军队的伤亡将严重地影响其士气，这些事情都是现阶段值得中国去考虑的问题。真是这样吗？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一段时间，在国际上，中国威胁论倒是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当然，炒作这些无聊且无趣话题最用心的就属美国人了。近日，兰德智库公司的研究员哈罗德发文声称，中国军队虽然实力强大，但是如果和美国发生冲突，情况可能没有部分美方人士想象的那么悲观。中国军队30多年未经战阵，而且中国军队的伤亡将严重地影响其士气，这些事情都是现阶段值得中国去考虑的问题。哈罗德此番话语是针对之前现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顿上将曾在上月提及的一次讲话。海顿表示，美方在一场着眼于解放军较量的兵棋推演中输得如此惨重感到震惊。他已命令军方重新考虑其整个联合作战概念。美国前任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也曾放话称，目前美军面临中国军队的压力很大，有2个至关重要的挑战。第一，从海上和陆地发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或是反舰弹道导弹，打击美国航母战斗群。第二，针对发达的美国网络指挥中枢展开大规模网络入侵活动。兰德智库公司的研究员哈罗德则声称，我方可以借鉴1941年12月末的日本脚本。首先，攻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地，可能包括冲绳、关岛、夏威夷、阿拉斯加，甚至圣地亚哥。他认为，如果中国在亚太地区和美国发生大规模冲突，那么中国军队则具有离家更进一步的优势，拥有更多的导弹对付美军及其盟友。美军距离美国本土尚有5000公里的以上距离，因此美军面对中国将具备绝对的劣势。但是他随即话锋一转，首先声称，中国从1979年的战争之后，再未打过一场大规模战争，尤其是海陆空的现代化大规模战争。而美国从越战之后，又连续的打了2场大规模战争和数场小规模战争，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这点上是中国军队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的。其次，则是因为大规模中美冲突导致的军人伤亡，会影响中国军队以及平民的士气。而且中美之间的冲突时间越长，美国在亚太与欧洲的盟友将有可能卷入其中。针对哈罗德的此番观点，有资深的军迷网友则批驳了哈罗德的观点。首先，针对哈罗德说的第1条，中国30年未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观点就有很多问题。中国军队30年来坚守和平底线，捍卫国家尊严，从未发动战争并且侵略他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军缺乏作战经验。这数十年间，我军就先后多次的举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演习，训练了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同志对于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理解。而且演习的对手往往都是实力极其强大的对手，比如朱日和演习的敌方部队蓝军旅，在演习里的设定比美国军队还要强大，各种加强，甚至被调侃为与蓝军旅作战就是与外星人作战。可见中国军队训练时面临的难度一点也不亚于战争。而美国虽然是实战，但是面对的对手都是诸如巴拿马、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之流的对手，与远比自己弱得多的对手作战，能够提高哪门子的大规模作战经验？现在这种大量的治安战经验，甚至连美军自己都嫌弃。此前在东乌战争中，美军的这种治安战经验就给乌克兰政府军以及参与其中的美军带来了巨大伤亡。美国陆军如今都嚷嚷着要通过国内的大规模演习来找回正规战能力。是的，大家没听错，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才是军队提高战力的正确方式，而不是不靠谱的实战经验。他的说第2条则是说，中国军队无法承受伤亡和其盟友前来参战这一事。中国军队早在1950至1953年的表现，足以让美国人记得一辈子了。而美国如果干预而引发冲突，所承受的伤亡肯定要比我们大。一整个航母舰队的人数大约是6000至7000人之间，我方采用反舰导弹就能全部歼灭整个舰队。
这些船员在军舰被击沉后不被葬身鱼腹的毕竟是少数，一个航母舰队就能让美国人承受数千人的伤亡代价，这会极大地打击到美军和美国内部人员的士气。只需短短数个小时就能结束战斗，而看到这一切的美国盟友还会来无脑送死吗？因此，哈罗德这一番言论是站不住脚的。